好，来看看今天我狼是给大伙儿来自于这个《噬魂2》，也就是真噬魂啊，这个霸王丸的这个速通。那之前我狼是线下解说过这个比赛的这个比赛啊，因为这个比赛当时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是打得很精彩。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谁来着啊？夺冠了，应该是那个弗利萨大王啊夺冠了啊。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噬魂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不愿意玩啊？因为这个游戏格斗游戏虽然说在特别火，但是呢就感觉它这个伤害非常离谱，有的时候一刀能打那么就这种巴克达，直接给抠死了啊！直接抠死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一上来先是一手这个叫柳生十兵卫是吧对吧？直接就给搞死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是牙神。其实这里面正常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游戏我真的没见过几个人会玩，就是我小时候所有的朋友是没有会玩，有几个大神他也没通关过，我都不知道罗将神到底长什么样啊。好，他这个玩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一招定乾坤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像传统咱们格斗游戏那种感觉了啊，他好像有点像那种。就是比较变态那种感觉，而且它无论是音乐还是它的风格，还是它的这个血腥感啊，都是特别的写实的感觉。你看这两刀大饭馆，直接打懵。这个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不太会这个各种大旋转刀。霸王丸呢，这个咱们玩那个王者荣耀都知道有一手皮肤啊，就宫本武藏有一手霸王丸。这里面呢还有什么？包括像咱们选的什么纳可露露啊，对吧？什么还有咱们说是黑子，以及这个咱们最经典的像那个以这个佐佐木小次郎为原型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橘右京，对吧？这个就是纳可露露，玩鹰的啊，一个小旋风，这也是算是飞行道具了啊。其实这个，你像咱们直播间里的这个老郑啊，就说啊，玩这个橘右京或者加尔斯，橘右京的话呢是比较赖啊，橘右京是有禁手的，也就是说，实战当中有好多招不让用的啊，如果用的话就比较恶心。像这个纳可露露就属于比较偏弱一点点的人物，然后如果说是加尔福特啊，就像加尔福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俗称为狗忍，你选这个加尔福特就是狗忍。但如果你选这个忍者的话呢，他又不是那个带狗的啊，他俩看起来又不太一样啊，就选这个宫本武藏是吧？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如果你有一手那个还有一个角色啊，这个好像那个王者荣耀又有了那个角色，就夏洛特是吧？啊，这个噬魂其实在这个日本啊，这个地位还是蛮高的。而且咱们之前我记得玩这个 SNK VAS 的卡普空里面也有这些角色，比如说有牙神幻侍郎，对吧？好，这就是橘右京，这个京就是 KYO 啊，就是京的意思啊，对吧 ？KYO 这个幽京就是右京，他这个还拿了一手这个罗马音啊作为音译啊，这个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服部半藏啊，对，不是宫本武藏啊，说错了，服部半藏啊是个忍者，这个宫本武藏是武士啊，服部半藏是忍者。好，你看他这个橘右京，他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大招的感觉，他真的是撇了一个橘子，然后唰唰唰几下，好，撩空。这里面很多人说他玩的对吧？你看这个叫正儿八经。好像玩的很好的样子啊！其实这个对抗电脑，我个人告诉你啊，就是对抗电脑，如果你不用赖招的话，这个 AI 还是真很难的。你如果不用赖招的话，真的很难的，兄弟们。有好多游戏啊，并就是有的玩家呢，他虽然说打电脑他有套路，他如果不用套路打，他甚至有的时候比玩家还难打。你看，这就是套路，确认跟上一个远刀，跳起来一躲，好。骗你出刀啊，这是骗你出刀的样子啊！霸王丸，橘右京的原型确实是佐佐木小次郎，因为他有一手厌反嘛啊！空中再抢，很多人说喜欢用那胖子，好要摇，你能不能摇出来呀？真是啊，浪费时间。
他这个大招啊，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在想怎么摇这个招。我一直在网上搜攻略啊，然后我看他形容怎么摇这个招，然后研究了半天，我放弃了。就相当于玩，你就哪怕是街霸里面那个对吧，鸳鸯麻花大作，我都研究，我都能做出来。但这个我是真摇不出来，我是真懵啊。好，这就是加尔福特是吧？啊，这个传说中的狗忍。一个忍者带个狗，是个外国人。好，直接撩死。这主人一死，这个狗就开始舔啊。这里面如果开启血腥模式的话，也可以把人血成2半的，相当爽啊。好，确认这2刀，感觉打着这个血量好像不像刚开始一上来那么爽了。好，直接磨死，直接炫。好，打哭了啊！你看这狗这一死，该哭还是哭的啊。所有的角色都要打。这里面好多人把这个所有的游戏啊，就是所有的游戏里的 BOSS 都拿出来看哪个 BOSS 最赖。其实罗将神也是偏赖的一种啊。罗将神的话，如果你不会打，脑瓜子嗡嗡的。我记得有个日本人好像把所有的格斗游戏最终的 BOSS 啊，全都归纳了一下。啊，这个其中有一个游戏，它的 AI 啊，还有它的人物设定啊，作为 BOSS 来讲，实在是太难了，就不用多说。好，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夏洛特。这个夏洛特后面如果加上个烦恼啊，这个确实狠啊。好，一抠，投技，压起身，啊，被反投。其实啊，这个当然咱不说踏死这个事儿啊，就首先你要玩的话，你就算你人脑咱们有套路啊，能赢，能这个对吧？能全胜，但是你要 perfect 啊，确实太难了啊。好，他这个音乐背景音乐设计的非常好，你们看没看见？背景音乐就整的特别像有那个日本风格啊，挺过瘾的。好，地震高冈，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水万年流啊。他这个确实名字真的就叫地震啊！你看他的英文罗马音都叫地震，罗马名字啊！你说为什么叫罗马名字呢？好，直接撩死，体型越大感觉越嘚儿啊！这个地震在 SNK 瓦斯的卡普空里面也有出场，这是个胖子。那还有一个拿着手炮的肌肉男啊，那个角色也是非常赖的啊！那个角色我记得就是最狠的是用他那个手炮去抹血。好，这样的话直接打晕了。这是打的最爽的一个人啊，连续2小局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啊，完全碰不到霸王丸的身体，完胜，有点赖的啊。哎，对，那个就是王虎啊。一会儿看看出场的人谁啊？这个人叫什么查姆啊？这个名字。这名字，他这你感觉有点像街霸里的野人的感觉差不多啊，就是一个小人兽啊。他名字叫查姆，带有浓厚的这种热带风格，对吧？好，直接撩死。其实小狼还是解说过这个《噬魂2》的，这个游戏在日本现在每年还有比赛，但是打不过中国人啊。那我这么说，大家伙儿是不是觉得非常装逼啊？好。远刀打这个人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感觉啊，还能加血，一个小旋风，这不叫小旋风，应该大旋风了啊！好，这一次没卡好，感觉他这个有点浪费时间啊，本身可以再次的高速通关的。好的，直接炫死。这一招练出来就是你防你就生防啊，你就生就是给你磨死你也瞅着，一点招没有。好，命中率，这里这个设计非常好啊。好，这个就是王虎，你看这个大肌肉男啊，这个光头，这肌肉是真好，
手里拿着个大手炮。我操，这一下大半管，看不见，半管多一点，后一顿躲，忍，好下盘，再骗。他这个手炮往前怼这一下是非常疼的啊，就是你防也爽啊，直接磨死。这个不叫老虎吗？这个不是老虎吗？这不是拿手炮这个人不叫老虎吗？啊，这是我记错人了，记懵了啊！啊，那不好意思，记错人了啊，记错人了。这手里拿着，我看着拿着像手炮啊。好，一个扣。啊，对，王虎是拿大柱子的，对。记傻了啊，这个记混了啊。好，直接一撩，这个是记混了啊，不要慌啊，不要慌。好，那最后一个出场了吧？这个是什么鬼？不是这个人有点力啊，兄弟们，这个人有点力啊，这个，而且一下被砍黄了，太嘚了这个啊，这直接被砍黄了。对，这个人是不知火舞的亲戚是吧？这个不知火，为就是他叫不知火，是姓不知火，但是这个叫不知火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姓氏啊，都知道不知火舞。你说这能联系到一块去啊？这个形象啊，联系不到一块去吧，对吧？啊，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生意型嘛，你们哥几个哥俩这店儿。好，我们看看还是最后啊，这个最后这个 boss 怎么打？我个人认为他刚才最难打的还是打那个谁吧，打那个哪个角色来着？也不能叫难打，反正打的墨迹。一会儿我们看看啊。我一看这个老头就想起另外一个那个《饿狼传说》里面那个戴帽子的那个人儿。反正必须得有像这种老者，哪一个游戏都有。你看《月华剑士》里面也得有，对吧？有那个玄武之翁，是吧？你必须得有这样的角色啊，没有这样的角色肯定是不行的啊。好，这感觉登堂入室啊，你必须得把他搞死啊，不把他搞死之后上不去啊，那种感觉。好，摇，这摇了这么多下也就这点血，好的，直接磨死。我感觉他就是打晕了，然后你说你一直转，其实你防也好，你不防反正打的血也小半管啊，没那么多血，看起来是吧？啊，好，最后这一下。这个 boss 我记得我用作弊选出来，然后我就感觉这个 boss 反正你玩吧，反正挺赖啊，就他就是光有一招，就那一顿摸，就拿小手一顿摸你都非常赖。好，召唤一个兽，这狗直接变身了啊！你看打起来还是挺磨叽的，对不对？啊，直接一勾，这样的话可以摇了。他感觉这个离最近的这个高挑的这个手啊，打血特别多的样子，看起来很磨叽啊，但是还没那么磨叽。啊，这感觉不抹血没有意义，跳过来一勾。好，又打晕了，下盘，然后撩，漂亮，直接给搂死。这样的话用了14分钟多啊，用了14分钟多，就直接通关了，是吧？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个游戏 TAS 没见过有人用 TAS 做。好，可以看到它这个说的这个日文的这个效果啊，特别变态啊。
这个游戏讲的什么故事啊？还是有机会给大家伙重新编排一下吧。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说，像我一个人暂时做不了这种活啊，大概就这个情况。好像小的时候我就没见过有人通关过，真的。我小的时候是没见过有人通关过啊，你懂的啊。好，来，牙神，来吧，全胜啊！现在啊。那这个，哎，有妹儿，你看，你这叫啥呀？其实刚才都已经分过胜负了，你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妹子长得不好看啊。好，果然啊，这个就我跟你们讲啊，女人的这个力量还是蛮重要的。我上来这么一说，哎，对吧？你直接就，所以说啊，这个女性还又来了。反正为什么每一个剧情里面都是最后和对吧没羞没臊的过上了日子呢？为什么呢？对吧？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不欺负老实人吗？啊，就是又是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靠，真的是太赖了这个啊！反正你看不了就完事儿了。他这个风格，你说他跟那个好血寺一族也挺像的啊，就这个，尤其像这个所谓的什么裁判之类的，这太嘚儿了这个啊。好，不多说了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伙儿整了这么一个速通，反正没看过的就看一看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吧啊。如果大家伙儿支持我了，就选择多多关注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